哦，我喜欢，怎么办 ？Oh my god！ 难了！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这太好了。哎，我们这一期开始之前不是信心满满，觉得这盏灯必亮吗？这怎么弄？幸福的烦恼现在是都这么优秀。对，这两段都是震撼的发挥。我们先说前面韵林那一段。哇，那一段完了之后，我内心真的难以平复，久久难以平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韵林身上有非常清新的一种特点，好像属于这种年轻世代、00后世代沟通交流和访谈的一种新范式出现。他的接话怎么那么自然，又短，又细，然后像小针一样准确。说我们当时每个人抽了自己一巴掌，谁先抽的？就他那个下意识的反应太棒了。我自己会觉得是王韵林的这段采访是成熟的采访者的样子。嗯，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就是某个行业做到某一个级别的时候，它一定是有天赋存在的。对，天赋加努力才可以达到那个级别。在这段采访中，我甚至都没有见到青涩。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到惊艳的。虽然说张春和这个庞征那个故事特别感人嘛，但是如果说采访的话，我还是选王韵林。还有一组，选2组。选梁。就现在你要选1、2名。哦，那就是雨佳和诗文嘛，是第2。没错。但是我觉得王韵林的那个是断崖式的。哇，这么高的评价，在这4组里面，韵林是断崖式的优秀。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，这段采访拿出来就是成熟的采访。哇，天哪！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看完一段采访之后，你对这个被采访者，无论你认识不认识，你不认识人，你可能会想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对他有一个觉得这个人是丰富的、立体的。那你认识的人的话，你会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东西，有增量信息。就我们采访叫说重新打量每个生命。比如说对于公众人物来说的话，他有没有被重新打量？叫葛莱女和 Fly， 我甚至看了他俩的采访之后，你知道我现在对这俩人感兴趣，我想采访他们。你们觉得里头有什么废问题吗？起码现在呈现出来的没有，但是我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庞征也很好。我觉得如果一段访谈的内容可以打动看的人、听的人，它本身就是有质量的。至于我是用一个问题激发的，还是用我自己的故事激发的，我都是激发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，采访者有的时候未必是用一个问题，他敢于用自己的故事来激发，当然也是一种激发。他激发了张春对某种生命状态的表达，就那个表达本身是感染人的。就是韵林和庞征，他俩一个很大的区别，一个就是让你有没有回到当时的场景里。韵林其实一直在让 Fly 回到细节，去给大家展示出来我有这些东西。但庞征给我的一个感觉是，张春老师在照顾庞征。是的，在治愈他。对，在治愈庞征。如果说只是对人物的理解的话，肯定是我对 Fly 更好。但是那种情感触动上来说，肯定是庞征这一组会更好一点。我从观众的角度，我觉得我在那一段里面，其实我是有收获的。就如果你前面对张春了解的特别多，你会觉得说但其实大多数的人也许没有对张春那么多的了解。那么那一段，我觉得我在那一刻从情绪到内容上，我是被打动的。它也许不完整，但是它打动人。我的评价是一个采访者，那采访者的话是王韵林，他是靠着采访，就真正是访谈的这种状态出来的。庞征的话，他是在某一个点打到了这个他的被采访者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就比如说庞征去采访另一个人，那你觉得他现在呈现出的这个采访的提问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的话，会达到什么效果？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判断，叫庞征去采访另外一个人，他不会用别的方式。好难。来，各位，因为这是 team 的作品，所以这两者都要涵盖其中。那至于这两者谁的比重会更大，需要建立在我们对4位导师的推测之上，因为是他们做决定，而我们的这个猜测要跟他们一致，我们就亮灯。事实上，你要猜鲁豫。核心落点在这里。
因为我们在这一轮探讨的最后才来做出这个判断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来聊里面很好玩的小细节。我觉得这过程当中，庞征这一组，他感觉他跟访谈嘉宾像在照镜子，人生经历太过于相似了，母亲的工作、父亲的遭遇、家庭的变故、人生的阶段和在过程当中的反应和成长。我们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遇到一个人，感觉像照镜子？你有吗？有一个老师跟我说，未来我会遇见的另一个我，会在我的一个角色中遇见。离开他那儿之后，我在回去路上，我就看窗外那个路过的这些街灯啊、建筑啊，我就突然间想到我曾经有个角色，就是在拍我一个人，可能一些很碎的过场戏，然后在换机位的过程当中嘛，就很快，我就一个人在旁边一个角落里待了会儿，其实也没事儿，但是我就那一刻，我就突然间想哭。旁边虽然在忙啊，但是我就一个人好像在那个角落里，我就感觉到这个角色，这个人物，曾经真的存在过。然后呢，我心里就有一种在跟他对话的那种感觉。我说，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的？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？那个角色呢，也是我在演戏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生命角色，叫萧景瑜。就是我去年在拍第2部的时候，一个人在角落里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存在过，就存在过，我曾经见过他，这种感觉。就一个演员和角色合体了。对，那种感觉就遇见了哈。对，就是遇见了。时空里那种就重叠了，就撞击了。这个角色也是给我职业生涯带来一个转折的一个角色。那种是比相信更大的力量，我觉得。智胜有吗？我还好吧，挺独特的。有2个智胜就可以演慢才了。对，有2个智胜可以演慢才了。我还好，但是我碰上那个，我当时去演戏的时候，会有光替，就是4个剃光的那种，然后跟我长得巨像。霍兰哥他们不也有去我那个戏吗？一开始在那儿盯着我半天，我在那边，我在喊他们，他说你不在那边吗？然后一看是那个我那个替身，就长得巨像，而且我俩之前都没见过，我俩说话的表情都有点像。哦哟，真的。他也是山东人吗？他不是山东人。那个人他自己有什么感觉？他见到你的时候，他也很震惊。他跟我说哥，我也没想过我有一天能当男1号的替身。其实表达那个意思就是没想长成这样你能当男1号。他说我也没想过长成这样能当替身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，因为长相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。这个事情是大家对你最直观的一个，会释放的一个信号。所以他当时看到我之后，他经常会说我治愈了他一点，就是庞征也会说的那个叫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。因为他只在这个长相上看到了不好的东西，但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可能性，看到了一丝温暖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但是他也很快乐，也很开朗。我不是说那个他就不快乐不开朗，但是他一定会是带给过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说我俩看到之后真的是互相治愈的一个过程，我俩感情就在现场就特别特别好。那你们交谈的话，你们能谈得来吗？谈得来。频率什么的话，就是我们曾经因为长相受到过那些的伤害，很类似，你知道吗？那些的伤害很类似。就那个时候我看到他，我真的就是觉得我相信了很多事情，就是你的局限性，在这个局限性里，可能你能很幸运，就是你突破了。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就可能就是你的局限性，很奇妙，命运很奇妙，因为离得很远。是社会心理学，社会心理学后面有它的必然，这命就是必然性嘛。但是你说的像个时间原石一样，就看到另一条生命线的那个感觉。对对对。最难的地方来了，就是我们需要在4组当中选择2组，不仅要选择2组，而且要猜出一个顺序。
就是导师们评价的第1名和第2名分别是哪一组，然后我们会在后面的照片上盖上我们 offer 的红章。如果我们的猜测2组正确，而且顺序正确，点亮这一期的这盏灯。第1组王韵林，我现在来说，然后第2组李雨佳。按这个顺序来，韵林和雨佳，这是易老师的。哎呀，我这反驳专业了。就在我心里，雨佳他们第1名，然后韵林他们第2名。反驳这么大呢？到了个个儿，基本是一致，掉了个个。我只是很羞于、很惭愧于和王子奇经常想的一模一样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雨佳和韵林，雨佳和韵林，我觉得在采访技巧上，包括在整个的感受上，可能是韵林给我的感受会更好一点。但是我又考虑到节目的一个整个的呈现上，像易立竞姐说的那个有种、有料、有趣，我觉得相比于韵林来说，可能雨佳更贴近这3个一点。因为我觉得泽来女老师她在里边又讲了很多爆料的东西，又有很多态度的东西，然后又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、有料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我对这个的形式感判断来说，雨佳第1，韵林第2。我觉得智胜都已经连宣发这块都考虑上了。哪个能上热搜呢？俊林呢？好难啊！你就按照自己真诚、真实的想法说。我真实想法跟他们2个一样。我从几个小细节的话，你像诗文在旁边的那种提醒，也是代教老师们一直看到的东西。就是因为它也是这个打分的一个层面，那个 team 的感觉。对，有道理啊。我从配合的层面来说，我可能会觉得说他们的配合可能会更默契，对，更默契，然后也更恰当，对吧？对，他的那种举牌很恰到好处，对，又给了他提醒，又没有让嘉宾感受到这种在采访的突然跳出来那个状态的束缚当中。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投他们第1的一个点。有刚才俊林说的这个 team 的这个合作的状态，这个要素引入之后，在我心里稍稍占得一点先机。我觉得雨佳这从2个人的角度来讲，那确实棒，他们2个人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。但是王玉在最后一组上起到的作用确实又有限了一点，这怎么弄？哎呀，我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选择。嚯！我其实是有一点想把第2名给到庞征的，但你说李雨佳那一组好不好？很好啊，所以我其实特别急。这好难啊！这次我们很少出现如此多的答案，百家争鸣的这个真的多好啊！这说明这些年轻人们都在成长，成长太快了。当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理由之后，每个人心中应该升腾起一个自己的答案。我们还是老规矩，我们用举手的方式。我们先为第1名举手，心中认为在刚才4组采访当中，觉得这个第1名是王韵林组的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来，你什么时候被挖过去的？你最开始不是？对呀，你不开头的吗？因为我说了，我自己内心是排第1的是韵林他们那一组，但是那既然2位专业的都说他们依然是第1，那我肯定是选韵林这一组呀。这就是容易成长的人，不犟。采取了专业的意见。那个极有可能最后我们集体都是什么？不会吧，2位，我们今天一期节目可架在这儿了，访谈界的两个门派。王子奇，让你看看什么叫推免的实力，一会儿你等着。怎么把我架起来了？让你看看2个 master 的实力。master 合并了。哎，我就宁可是错了，我也要维护我心中的秩序。央视和南方内力雄浑激荡，中传和北科这边也是毫不示弱。
那我们直接投第2名。我认为第2名不是我俩都不举下手吗？你第1名，我们的这是太不尊重马斯特了。我给你提个名也行呀，你说。举，哎，觉得第1名是雨佳队伍的，请举手。优秀。觉得第2名是雨佳队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很棒，你这个真的太棒了。 3票，哎呦，这有难度。觉得第2名是韵林组的，请举手。嚯，觉得第2名是庞征组的，请举手。请举手。所以就是结果已经出来了。现在是第1名是王韵林组，第2名是李雨佳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叶老师代表我们这个观察团的意见。 把这个章可以盖在他们的右上角。我们韵林和姿态是第1名，好的。然后是雨佳，加油啊你们！然后是诗文。好，结果即将揭晓。此刻呢，我相信弹幕也已经心跳加速了。我需要给在座的各位，还有屏幕前的弹幕的凹粉们一个温馨提醒啊！此时此刻可以呼吸。那我们到底最后结果如何？最后一段 VCR， 一起来看。